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陈时轩议员、林乃基小姐、王一鸣委员、罗志阳委员。好，那川普跟普丁在台北时间明天上午3点多要见面就是阿拉斯加的时间是今天那川普跟普丁会谈什么呢？美欧俄乌都有各自的重点跟关切点那主要是领土啦领土到底要怎么办呢那川普说，如果没有办法调停，没有办法停火，俄罗斯要面临严重的后果。普丁提出停火条件，乌克兰军队撤出顿巴斯地区等等等等。泽伦斯基说，领土可以谈，主权不会让乌克兰不会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所有涉及乌克兰的议题都只能跟乌克兰协商，不是你们两个谈了就算了不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任何领土的主权，好像有点两岸的关系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就是好吧，你管理，你占的地方你可以继续管理，看看怎样，或是矿产你可以开发，有什么利益？主权是我的，主权不是你的，主权寸土不可让就那包括那个以色列跟哈马斯也是这样，巴勒斯坦也是这样子主权不是以色列的，但以色列已经几乎都要是他的了几乎通通是他的，但主权不是以色列的，主权还是这个不属于以色列那所以是不是采取这个模式？大家说那是不是这个意思以色列在那边大搞特搞，但是主权不是以色列的，白宫否认，白宫说不一定是这个模式因为还没谈还不知道嘛那细节曝光古柯碱专机带了俄罗斯代表团到了阿拉斯加，白宫说不会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你看也变来变去，因为还没有谈还没有谈那谈再说看到底怎样。但是川普前天已经讲了，普丁很好你看他没有叫我到俄罗斯去也没有找第三国他到阿拉斯加我们美国的领土来普丁已经很好态度很好那另外呢，说失败的可能性有25%，哇，这么低成功75%。川普说必须要邀泽伦斯基再开一次会，就我跟俄罗斯先谈谈的条件后找泽伦斯基来，而且呢，最后他们必须要自己谈，我不会替他们谈川普现在也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我当选24小时就停了现在发觉他今天有讲，他本来以为这是最容易解决的，现在发觉是最难解决的，就是俄乌的事情。而且双普会不会签任何文件而且呢，这个普丁也赞美川普，知道川普喜欢人家捧他嘛说外界不要揣测峰会的结果，但是川普很棒那另外呢，川普说不停战会有严重的后果，这次不讨论割地那如果谈得顺利，就叫泽伦斯基一起来，三方举行会谈那英法跟乌克兰视讯，他们之间美国先跟这个英法乌克兰视讯说呢将来和平乌克兰是不能缺席的。泽伦斯基说先停火再谈领土不要先谈领土再停火，先停火因为俄罗斯趁机在昨天一下子推进了10公里，好几个地方，整个占了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天之间就推进了乌克兰好，乌克兰虽然叫，但你有本事你推进你说不能推进呢？为什么这个俄罗斯推进呢？普京就让你们看看，我真的要全力来推进的时候，我集结了这个10万个兵力，一下就给你推进我们看一下。美俄双普峰会将在台湾时间16日凌晨3点半登场，是两人6年来首度见面。I'll know within the first 2 minutes, 3 minutes, 4 minutes, or 5 minutes, like we tend to find out whether or not we're going to have a good meeting or a bad meeting. And if it's a bad meeting, it'll end very quickly. Just a few minutes later, President Trump conceded that there's a 25% chance in his mind this meeting is a failure. 川普和普京会先在只有翻译陪同的情况下1对1会谈，不会有任何做会议记录的人员陪同。这代表川普和普京的任何私下交易都不会和其他外交官分享。In order to create long-term conditions for peace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in Europe and in the world as a whole,
if by the next stages we reach agreements in the area of control over strategic offensive weapons. 峰会地点阿拉斯加安克拉治的军事基地，刚好就是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要塞。川普、普京单独会铺路第2场美俄乌与欧盟峰会。俄罗斯的最前官员阵仗大，包含外长、普京助理、国防部长、财政部长与总统国际经济特使等人。乌克兰最怕川普要的和平，是出卖乌克兰的未来。老沈觉得会不会成？你讲了一大堆，其实结论很简单，就是说治权学马英九，马英九的九二共识不是他的，那是我们宪法的啦。好吧，不管了，你说吧。讲国民党也好，讲什么都好，就是我们啦，就好吧，学台湾好吧，学台湾，但是学台湾当然很多人会反对啊，但是。等到人家都学台湾的时候，真的就说哦，原来都学，我们就不会反对了。好吧，那主权学Zelensky，我觉得这次成功的希望蛮大的，因为川普这个号吹牛的都自己说失败的百分比只有25%，那100减25就是75，就是成功的百分比有75%，很高啊，那是很高啊，有50都不错了。那我觉得这次有可能成功的原因是三方都需要。不要再打了。那我礼拜天就是说几天前5天前，我在前职的战情室里头，我有讲，他们就说担心，不要Zelensky去，两个都爱共的，我说这样不行，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建议说，这个欧盟的大咖最好是范德莱恩亲身出马陪Zelensky也去阿拉斯加，那去同一个城市。你要住在旅馆的楼上、旅馆的楼下、旅馆的旁边，反正能够随叫随到的地方，去看他们两个大人怎么谈。我觉得这个彼此啊，也是给对方表面上的一个尊重，但同时呢，也给对方一个压力。两个大人说，那个高跟在边来看，但两个表现好一点。我觉得这个样子果然这次差得不远啊，Zelensky。那个川普邀他去了，那如果两个大人讲的差不多了，他才跳进来这个第2次会。那如果两个大人没搞头，我就带着范德莱恩回家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一次我觉得成功的机会不小。为什么？因为出了很多善意啊。这个川普请这个普丁来开发我的阿拉斯加，普丁说，请你来共同开发北极，这互让甜头啊，都互给对方好处。虽然这个好处是有点食之无味了，对台湾人来讲，但是我觉得他们也觉得那个是战略上的一个互让。最近就是说，普丁因为你来阿拉斯加，很多国际的政论家都说这个是普丁的胜利。你看，摆脱掉你们对我的包围，对我们的封锁，我踏进美国的领土，这个就是胜利。乱讲，这样的人也都当政论家，我觉得很好笑，你知道吗？这个是普丁的让步啊，对不对？我来到你的国土，那你为什么不来到我的国土呢？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川普还有一个心中有一个秘密，他真的很想要拿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在前苏联的这个2个附庸国在中亚，他已经把它搞和平搞成了，再加这一桩，要是我也会投他一票啊。印巴他认为也是他的功劳啊，印巴停战。好，泽伦斯基了啊，他有5点要求了啊。第一个呢，乌克兰必须要参与了，停火是要最重要的啦，打不下去的啦，而且马上尤其俄罗斯这一阵的夏季攻势是很猛的。另外呢，这个乌克兰的安全也有保障，到时候不打我啊，所以呢，我安全有保障啊。俄罗斯不能否决乌克兰加入欧盟或北约，其实关键在这一条了。俄罗斯在打你，就是因为你要加入北约嘛，对不对？俄罗斯对你那个领土你那个领土哪有那么了不起啊？当时克里米亚俄罗斯都给你的，对不对？俄罗斯领土那么大，地广人稀，我到俄罗斯看地广人稀，俄罗斯哪在乎那个领土啊？俄罗斯在乎是你不能加入北约，到时候你是扣到我家门口来了。不过他也没说，他说不允许俄罗斯否决。那你自己否决就好了嘛。我只要表明我50年之内不加，30年是不加，你自己讲啊，不是俄罗斯否决你啊。
或是北约婉拒也可以啊。北约就说好吧，目前我们也不考虑，都是办法了哈。欧盟是很难加入了，因为乌克兰现在经济条件根本加入不了欧盟，欧盟比较严格哈。那8月15号不能停火的话呢，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啊，这是美国也讲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俄罗斯也希望借这个高峰会重回外交舞台，然后重置美俄关系。因为俄罗斯制裁也不舒服啊，被制裁这么久也很痛苦了哈。来，南京怎么看？这个川普哦，现在我们怎么去看川普跟这个普京会哦？我觉得所有的全世界还有所有的专家哦，其实都要抛掉过去的这些的历史框架啊、理论啊、经验啊，特别针对在川普2.0的时候，川普跟他的1.0的比较起来，哇，这个川普2.0呢，其实已经成熟很多，他真的是成熟很多啊，不像这个林佳龙在形容这个王一川什么在处理粉底液上面的那个成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川普的确是如此，我们观察他在川普2.0的时候呢。他才1月13号才上任，到今天也才8月14号。他在这个国际谈判上的时候呢，他要的一个国际的这个格局啊，我们撇开这个关税不谈，他在这个国际的格局上面呢，事实上呢，他觉得在这个竞技场上只有3个人有资格在这个竞技场上呢跟他川普较劲，就是习近平跟普丁。知道川普呢前2天呢批准了那个计划，就是明年呢美国要庆祝建国250周年的时候，他要在白宫的草坪办一个终极格斗赛，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好斗的一个川普哈。他呢，在格斗赛，他就是先是呢，我一定要花拳绣腿哈，摆出各种各样的招式。然后呢，我碰到这个真正的对手上场的时候呢，川普的他的这个房地产商的这个个性啊，加上他喜欢这种格斗赛的这样的性格，他就是第一个求速胜哈，压制对方，然后呢能够得到成果。所以我同意啊，大佬刚才说的，我觉得他们这一次呢，在阿拉斯加的这个会面啊。川普之前的时候想说啊，大家不要期望太高啊，或什么的。我觉得他只是在拉低这个期望价值。重点在于是，普京是他尊重而且佩服的一个对手。所以你看开出来的这个会议的这个流程，竟然先是由普京跟这个川普2个人先这样子1对1的谈，而且只有翻译在场。我希望川普这次呢能够带白宫的翻译进场，起码是如此，不要重蹈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在芬兰开那个2边的这个高峰会的时候，2个人这样子谈了2个小时，川普没有带白宫的翻译进去，然后呢，美国的那些的官员在外面呢，简直傻了，他们觉得呢，川普从那个会议室走出来的时候，好像他一整个被普丁给迷住了哈。所以不知道普丁会开出什么样的条件，但我认为呢，川普呢，在他也事前的时候，他该做他也做了啦，他也很给欧盟面子啊，也给泽伦斯基面子，然后我们还开了这个视讯会议，所以我觉得极有可能达成的第一个就是停火，但是不停战。因为停火跟停战是有差别的。停战的话呢，你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战场上面的这个军队是不是都要撤退？但是呢，普京呢绝对会给川普一个面子，就是他要达到就停火不停战。然后呢，普京想要的是什么？好，在最初的阶段的时候，你美国要解除对我的制裁啊，对我的制裁，如果说还能够杠上开花啊，加上他们现在对于白令就是北极圈啊、白令海峡的共同开发的利益啊，或者是说未来在俄罗斯的领土上面的什么稀土开发了各样的权益的话呢，我觉得这场的会议呢，就已经是非常的成功的达到了各自所想要的啊。我不同意刚才这个大佬所说的哈，说那个就是欧盟的范德莱恩啊，跟那个泽伦斯基呢，应该到场去哈。因为呢，在川普的眼中呢，他是看不起范德莱恩的，他看不起欧盟的啊。你误会我的意思，范德莱恩陪他去啊，第一次会前会成功，那这个 Zelensky please 来，范德莱恩不要去，范德莱恩在旅馆睡觉就好。因为范德莱恩才刚刚在跟这个欧盟才刚刚在跟美国的这个谈判里面呢，被美国杀的
血流成河啊。现在呢，范德莱恩呢在欧盟里面呢是大家的众矢之的哈，所以说这一场呢是只有普丁跟川普的会谈。而普丁呢，川普呢带去的官员包括财政部长、经济部长，我们看到他在过去呢谈这些停战的时候，不管是亚塞拜然、亚美尼亚啊，或者是巴基斯坦、印巴这边，里面呢都带有着要给美国的利益、开发矿产啊等等。所以说呢，他跟普京的这个会面里面呢，一定就是会除了在俄乌的这个部分呢达到一定形式的停火之外呢，一定还有美国的利益和俄罗斯的利益在里面，这才是川普真正想要的。现在他们四方各有优先的顺序了哈。川普来讲哈，和平表示我有能力拿诺贝尔和平奖，你们不要打了，而且我也不再继续有免费提供乌克兰武器了，要来你们自己来买。对乌克兰来讲，立刻停火；对他来讲，现在再打下去他会很惨的。哦，对这个欧盟来讲，继续打，把俄罗斯陷在里面，你们打我欧盟最多出一点钱啊，有什么关系？俄罗斯被你们陷在里面了。对俄罗斯来讲，第一，它有几个目标：第一个，最好解除制裁，跟美国能够恢复这个交往；第二个，就是说不能再加入北约，不能对我安全受到威胁；第三个，领土吗？最好我占了就给我，但是我也不认为他那么坚持。你只要不要加入北约，就解除他的心头大患。休息了再回来。因为川普搞这个关税哦，很多人很生气哦，而且呢，他讲哦，他说跟我们越好的朋友，怎么过去赚我钱越多呢？那不是废话吗？因为跟你越好，当你有互惠啊条件，那当然外销给你。如果跟你是敌人，你也不会买他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当然是跟你越好的人过去赚你钱越多。现在通通吐出来，所以搞得很多国家很生气。哦，原来要跟他买 F-35的都不买了，买而且还买军购，还不算是贸易。你美国啊，只有货物叫贸易，服务还不叫贸易，对不对？美国一年哦进口3兆美金，出口2兆美金，但是服务呢出口也将近1兆美金，还不包括军购，这都不算哦。你怎么算的啊？哦，所以呢，很多国家就转向欧洲、俄罗斯寻求新战机。西班牙哦也是哦。不要跟美国放弃好几十亿的 F-35采购案，瑞士哦也是呢，原来要买36架 F-35，所以呢现在呢也不想买了。印度哦50%，所以呢传出暂停军购哦，而且转向俄罗斯哦等等哦，所以呢大家都现在那就不买军购了，奇怪了，那台湾要买 F-35不卖我们啊，搞不好现在可以卖了哈。川普现在很忙，忙得要死，他真的很忙啊。你光看每天光搞这些哦，今天骂鲍尔啊，明天什么这个跟普丁怎样，后天又跟习近平怎么样，关税这样那样哈。所以原来说药品要征关税，说现在说要延后。原来药品呢要征，最后要征250%的关税啊，哦现在延后了哈。那另外呢，台湾的产业界哦也提出很多建言了，稳定汇率还是他们很关心的哦。你汇率不稳定，报价都没有把它报不下美金报嘛，美金报要变成台币才能发薪水啊。那报以后，美金报以后，后来换台币越来越少了，我怎么发薪水啊？怎么付那个厂商的这个成本啊、原料啊？哦，所以呢，这个龚明鑫哦，行政院秘书长答应雨天不收伞，哦，而且呢加码200亿，就是雨天不收伞，就银行不要把贷款都收回来了。银行常常是夏天晴天给伞，雨天收伞了。另外呢，加码200亿，其实200亿真的不算什么钱。川普要的200亿台币。美金都不满意，200亿、2000亿、3000亿，什么我们这边这么100亿、200亿，好像这么施舍一样啊。那另外呢，机械产业是说，因为汇率加上关税，跟日本的价差消失，什么意思？就是如果台湾跟日本价钱一样，你要买日本还买台湾货了？我问你吧，你不要问老美，问你自己嘛。哦，那所以老美一定想说，我买台湾货，因为台湾货品质不错，价钱比日本低蛮多的。那如果价钱都一样了，那买日本货，我买台湾干嘛？所以机械业就很惨啊，就是它的优势没有了，哦。那另外呢，这个行政院现在第一个加200亿纾困，第二个呢，每人1万块不排付了，奇怪了，以前说这违宪呢，那现在怎么又不违宪呢？
以前说这个对穷人不合理啊，应该把富人钱不给，现在也给了哦，等等等等哈。那另外呢，这个劳动部说42000劳工受到冲击，但是郑丽君说，冲击不一定是失业啊，那可能无薪假，可能跌啊。那劳工他有什么42000人，可能影响100万啊，什么42000人哦？赖清德今天接见美国智库团说，希望对等关税呢，赶快达成协议哦，到现在没达成协议啊，那没达成协议是美国的问题，台湾的问题。对美国来就是要求你这个你能不能接受而已啊。所以要赶快达成协议，不是他是你要让多少啊？哦，那另外呢，这个机械业，卓荣泰端出50亿汰旧换新，我觉得你这个算成美金我都觉得太少啊，还是台币呢？哦，那为什么欧盟、日本不用叠加关税，我们要加呢？所以因为欧盟、日本已经达成协议啦，台湾达成协议后也会争取啊。换句话说，第一个没达成协议，第二个呢也没争取啊。可能现在更还没争取啊，看他这种讲法，达成协议后再争取啊。那现在争取了没有？那什么时候达成协议？你看一下。美国对台关税课征20%以上，行政院长卓荣泰还有经济部长南下台中，到这家全球前5大放电加工机制造厂，听业界的声音。我们这个航太业它的这个涡轮叶片的加工，台湾工具机产业关税经叠加后约为24%，竞争对手德国、日本、韩国则为15%，发电机、变压器等重电产业关税则是22%，也高于同级竞争者。面对产业困境，行政院长信心喊话：我们把原来的4100亿。跟经由立法院修正后的5450亿，我们再把它提升到5900亿，但是会分2期来执行。闭门座谈会不对外公开，会中邀请工具机等机械产业人士讨论补助以及强化竞争力。对于出口商在意的汇率问题，秘书长则表示相信央行懂得产业心声。业界是很希望能够简化这些申请的流程，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享受到这些优惠的补助。这段期间来讲呢，大家还是在观望的阶段，但是有人出货的就在那3个月就很积极的赶快跟我们美国的代理商去出货，这样。行政院长也强调，关税谈判还在继续，20%关税还有浮动空间。先前缓冲期已经大量出货的出口商，对于还在波动的局势，也只能够先观望。玉敏。这次美国对等关税其实对我们的很多产业真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你看到昨天包括卢秀燕市长，还有我们台中江启臣啊，很多的立委啊，大家都在现场就要听这些业者的心声啊。他们讲得很好，过去我们这一些工具机或机械，我们是在跟日本竞争。那日本呢，刚刚赵大哥也讲嘛，日本它其实品质比较好，但它价钱比较贵。我们过去呢就是用 CP 值，就是我物美价廉，我差不多，但是我更便宜，所以我们可以赢得这个国际上面蛮多的订单。但是你一旦我们的汇率加上关税之后，我们的优势全部都不见了，这个是让现在业者其实最紧张的。所以很多业者其实在反映我们的汇率也是非常的关键。那今天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央行是不是有一点出手最近这个新台币回到这个30块就是不是2928了。之前2928的时候真的很惨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要祭出第一个手段稳定这个汇率？因为这是业者的诉求，而且非常的关键。第二个是关税的部分，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谈判还是遥遥无期刚刚这个卓荣泰院长说因为人家日韩有达成协议所以人家可以不用再叠加。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呢？我们的老百姓问的是说，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前面我们不是说我们是第一排吗？我们是最优先吗？对啊。你怎么比人家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谈？你还排在前面，然后谈到最后是没有达成共识，然后呢，关税还要再叠加，然后第一时间政府不认，说，我有告诉你们，我4月有讲你们没有听懂，怎么会呢？怎么变成这样子呢？所以所有的业者是非常非常的错愕。那这一波如果政府没有祭出一些有效的手段的话，会海啸第一排是劳工。刚刚劳动部讲那个数字，说只有4.2万了，讲得太少了，乘以10倍好吗？之前已经有很多的这些工会到行政院去抗议，那时候我有去他们说会冲击几10万的劳工，他们真的是剉咧等，就觉得政府你如果没有一些具体的措施的话，那企业当然就是裁员不顾或者是减薪所以他们是海啸第一排。那这一波的关税冲击，我觉得我们看出来了，整个赖清德总统卓院长他们的这个谈判团队是能力不好。
大家都说，很想把以前那个有谈判经验的蔡英文请出来的，有这张牌他们也不用嘛哈，然后找这个哲学背景的这个郑丽君代表去谈，结果谈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他现在只是在安抚大家说，哎呀，我们还可以再谈，但是大家都知道，事实上关税已经生效了。就开始起征啦，就是这样的一个税率啦，除非你有本事再谈。但是前面大家讲，现在川普很忙，他忙着什么？他要跟普京见面，他想要拿诺贝尔和平奖，所以你之前没有谈定的，你希望在近期谈定。我个人的研判是，近期要谈定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因为上路就是上路了，所以除非我们拿出更大的诱因跟条件。但是我们就要问说，那又要牺牲什么？所以这一波的关税谈判，我觉得政府没有做好，第一时间就是帮国人去争取到最好的关税。那第二个是他没有做好足够的配套去支撑我们的产业跟我们的劳工。那所以难怪最近的民调是这么的低。我觉得他原来还跟我们吹牛了，他说我们是前4个对跟美国谈判，而且我们是排第3，为什么都谈不下来？726大罢免嘛。他什么都不要就公布嘛，他赶快认为大罢免大成功，他把罢免混过，就现在大罢免大失败了，那怎么办呢？就麻烦了，问题就出在这里啊。休息再回来。